你有听过长照服务吗？你知道有哪些人可以使用长照服务吗？如果长照服务可以分担你一些照顾的负荷，你愿意吗？常听到的是哦，再看看啦，不用吧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上一集我们在身心障碍鉴定我最常问的3个事件和最常听到的3个答案，其中第3个问题就是有需要长期照顾服务介入吗？不知道，不会用，不想用，不敢用，不能用，不够用，不好用。除此之外，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我还可以啦，但是安德鲁社工师一看照顾者也都快要半百了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下一个被照顾的人是主要照顾者了。我有一个老病人，他也不老，才50岁左右，离婚，育有2个子女及1个孙子，住在贫民区里面。这一家人的头脑最好的，没有问题的，就是病人本身。其他孩子，一个是不承认自己有智力的问题，另外一个是中度的心智障碍者，还有一个发展迟缓的孙子。病人从半卧床到全卧床，有一次泌尿道感染住院，我问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孩子说，你的庇护工厂工作呢？他说，我为了照顾病人，所以就在家里照顾，我把工作辞了，还跟我说长照是一个未来很好的一个工作，所以要学习照顾病人。他说的没错，长照是一份很好的工作，当居服员的薪水都高于社工员，但是即便是加上了长照的居家服务，病人因为家人的照顾品质不佳，没有多久又再次的因为照顾的问题进到医院。因为没有经常的翻身，身上多处有褥疮，收治在加护病房。孩子理直气壮地说，我们也有用气垫床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已经是心智障碍照顾者的极限了。后来只好透过身障保护，请县市政府紧急安置起来，不然病人的小命就快被玩完了。好，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但是如果把病人丢在家里，无论你是否有心智障碍，你可能都有照顾不周的问题。当然，另一个极端是你照顾得太好了，可能你会是第一个倒下的。所以我在诊间最常听到不愿意用的答案是：1. 老人家不习惯，这包含了有几个含义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希望别人进到我家的私领域里面。另外一个机会应该不高，就是我要苦待我的家人。大家想一想，一开始你是如何被照顾者接受你的协助？因为有些人会拒绝，不分性别或者不同的辈分，沟通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先需要预告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可以循序渐进的让长照服务开始，从陪伴服务开始建立关系，慢慢的再进展到其他的服务上面。
特别是洗澡的协助上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要在外人面前脱光光，让别人帮你洗澡，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要吧。第二，指定要某人的协助，其他人不行。我通常会这样跟照顾者说，你是猜拳猜输了吗？为什么其他人都不帮忙？通常照顾者都很不好意思的说，有啦有啦，或者是说其他人都住在外地，或是其他人都在忙。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，特别是乡下地区，就业机会不佳，人口都外移。但是细细问下去，其实这些人是媳妇的身份，或者未出嫁，或者是离婚在家的女儿。其实长辈是大家的，没有分是谁的，当然都有责任照顾，即便是前面的故事，孩子都有一样的照顾责任，要体谅照顾者的辛苦，给予时间上面的交换。也有不少人会这样告诉我，他们照顾周间，假日其他的家人会回来协助照顾，让自己可以休息，这样也很重要。第三，孝顺的表现。在华人的文化当中，孝顺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。从小读24孝的故事，孝顺的基因就从小在华人的心中发芽。后来老师会告诉我们，24孝有些是愚孝。现今在公元2023年的今天，如何再定义一下孝顺这件事呢？前面的故事，两位孩子多孝顺啊，连周六周日还骑电动脚踏车骑了10公里耶，去机构要把病人接回家，享受家庭生活。现今的社会要找到这样的孩子，真的是少之又少。在医院的社工，我们打电话通知子女或者家人，大家都把我们当诈骗集团。我是社工师，真的不是诈骗集团。有时候孝顺需要换一个方式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，有的时候请专业的人给予必要的协助，也是孝顺符合现今社会文化的一个表现。当社工是一个很为难的工作，但是没有到紧急有生命危险前，我们是没有办法使用强制胁迫对方的手法，要对方放弃自己的选择，我们也只能好说歹说。这就是我在身心障碍鉴定门诊，我会花很多时间跟鉴定的民众谈这些东西的地方。因为大多数的人在医院看到穿白袍的都叫医生，那就利用医师的权威跟家人好好的谈一谈，希望家人接受度能够好一点，得到好一点的照顾资源。否则有一天我们在急诊室相遇，医师或护理师认为你有照顾不周的状况，你说照顾很累，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正如上面的故事，可能就会有政府单位的社工会介入调查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